嗨，默默，我问你哦，嗯，这集啊，我们要来谈谈曼德拉效应。默默，曼达，这集我们要来谈谈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效应跟平行宇宙有关吗？有关，有关。曼德拉效应大家可能有听过，可能也有人没听过。基本上，曼德拉是一个南非的总统。那很多人记得他在1980年已经过世了。那但是很奇怪的是，很多人记得他在1980年就过世了，但是为什么？然后他到2013年才真正过世，然后后面的这些历史啊，感觉上有些人是觉得，怎么跟记忆中不一样？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活着？然后就一直到2013年才，怎么又死了？不是已经死过了吗？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其实不只是曼德拉效应啊，就像米老鼠身上的特征啊、颜色啊，很多都记得都不一样。那不止米老鼠啊，就连以前那个甘乃迪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甘乃迪总统被枪杀嘛，被暗杀。那连他那个车子颜色都不一样。那以前记得的好像是一台比较短的车是好像是白色的，那后来又变成黑色的，然后加长型的，然后后面又坐着当时的市长，跟市长夫人好像是这样子。那记忆中大家记得的情节都不太一样，这样。那版本就会变不太一样，就有些人的记忆停留在不同的一个版本。为什么有很多事情跑出来，然后都变成不同的版本？怎么都会这样记得跟想的不一样？其实不只是这些很多人记得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这样子。对啊，常常会觉得奇怪，我明明没有看过，觉得这条路上没有这些东西，怎么会？我昨天还记得没有啊，今天怎么会跑出来？怎么会有这家店？一家店它要盖它要弄也是要花时间，不可能这样啪就跑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奇怪，明明没有，那这明明没有树，怎么会有一棵树？常常就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就常常之前有时候会遇到这种事情。我记得这里不是那个什么的什么店吗？对啊，怎么会有这个建筑物？有吗？这里怎么会有坟墓？都没看过啊，对啊。所以曼德拉效应不是存在于只有大家记得的这些事情上面，很多自己记得的事情也会发生。那其实这些都跟平行宇宙有关系。当然，曼德拉效应它是跟很多人同时切换的平行宇宙有关啊。那我们自己也常常在切换的平行宇宙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不同了？奇怪，为什么会这样？跟记忆中完全不一样，这样常常会遇到。这些都跟平行宇宙有关系。所以，什么叫做平行宇宙？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在这个当下在每一个当下去显化出自己的影片，然后像影片一样，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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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像影片这样子。那其实所谓的平行宇宙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在这个当下我去显化出来的这些情境，是依照某个轨迹在显化的。就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会认为所有事件应该是如何，有一个应该是如何，我会按照那个应该是如何的记忆去把当下的情境显化出来。那所以那个应该是如何，那就会是一种轨迹。那我们把一条当作叫做是 A 轨迹好了。那在 A 轨迹上，我不断的显化我自己当下的一个实相。那这一条叫 A 轨迹。那我显化到现在这一点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点刚好显化到我们在这里播影片，这是 A 点。那如果是在另外一个轨迹上面，那叫 B 轨迹。B 轨迹在行走的时候，显化到同样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那所以我们正在吃饭，跟现在我们正在拍影片，就是不同的一个场景。那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场景的时候的那个点，我们正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或者遭遇不同的情境，那个东西就是叫做平行宇宙。平行于同样的一个轨迹，但是一条是 A 轨迹，一个是 B 轨迹。然后在同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不同的一个显现，那个就是平行宇宙。那这样的轨迹到底有多少条？有无限多条。无限多条。所谓无限可能性，在当下就已经有无限可能性，而不是在很多时候有无限可能性。所以我们要让哪一条显现出来，这个就是显化。那为什么一定要有平行宇宙，一定要有无限多条？因为可能性有无限，随便我们选择一个我们信念上能够接受、最想让它显化出来的情境，让它显现出来。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什么
平宽、平短什么的，像看电视嘛。不同平行宇宙就有点像不同的频道，像第4台有100多台，但是我们的不同的平行宇宙的显像不止100多台，可能有1亿台甚至更多。那我们在这个点上让哪一个点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当下内在信念的决定。当下内在信念按照我们过往的一个轨迹，然后我们去按照这个记忆，然后去把当下这个点显现出来，变成当下的影格。这就是我们上一篇讲的影格，每一个影格都是一个我们决定要如何显化的一个资讯的结果。我们决定了要让当下显现出这些资讯来，那我们就把它显化出来。如果不是 A 轨迹的这个影格，那我们跳脱了我们原来的思维模式，我们显化了另外一条轨迹的这个影格，同一个时间点影格的时候，那它场景不同，这个就是平行宇宙。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信念，或者我们灵性提升，瓦解了一些框框之后，我们对信念的认知系统就会不同。就像看我们的影片，一定会有一些革新，就是原本你认为这样，但是看了我们影片之后，觉得原来不一定是这样。你有了新的一个思维模式，有了新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运作，那这时候你所显现的就不会是原来的，你就会跨平行宇宙。所以你就会跳到不一样的频道来行走。所以你原本按照 A 模式，一直走下去，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就到下一辈子，然后又轮回，然后又变成人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看了我们的影片，然后你的思维模式不同，你可能就跳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那在这个点所显化的就是不同的。那你再继续延伸下去，走到底，搞不好你就开悟了，然后就跳出轮回了，或者走到另外一个很提升养生的地方。那就是另外一个轨迹，就是你已经跳了另外一个轨迹。我们都知道有蝴蝶效应嘛，就是改变一点点，对以后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平行宇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只要改变信念某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就有很大不同的一个显化。我们显化在当下变成不同了，那整个轨迹延伸下去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另外一番的景象。所以是不是不能随便用神通跳平行宇宙啊？整个轨迹都不同了。没错啊，很恐怖了。就是不要想说你有神通，你想要改变平行宇宙，你想要改变过去未来啊，随便跳这样，你一跳改变了一点点，然后以后整个都不同。那都不能自己选择吗？选择不是说不能选择，都说是神通了，对啊。你神通如果在还没大到每一个影格你都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你很难去抓住那个轨迹的运作，你抓不住自己信念想法，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脑袋都控制不了了。所以你在用神通的时候，先决条件是你可以100%控制你的脑袋，你才能真正去做很多很确实的选择。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想法都无法完全控制的话，其实我们还不能够真正去控制每一点的发生。对啊，我连自己的脑袋要怎么想我都管不了了，我怎么去控制说在现实要如何照我的想法100%的显现呢？那会有困难的。就是这种跳平行宇宙的神通就是用在紧急时候啊，非必要就不会去用。就例如说要快被杀死啦，其实如果有一个坏人要来把我杀了，其实有很多解决的方法。第一，如果有很多时间的话，就可以第一可以显化，用显化的让事情转个弯这样子逃出来。那第二就是直接跳平行宇宙了。但是你说跳平行宇宙就不会记得上一个平行宇宙的事情，对吧？会有一点感觉，但是又没办法很确实的知道，就像曼德拉效应一样。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确定，都觉得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啊，就是那种好像是这样，其实隐约有一些感觉，我跨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我对原先的那个平行宇宙会有一点记忆残存，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啊，但是为什么又不是这样？那像大菩萨那种8地10地的，有神通很厉害的，那他能记得吗？我要记得我就记得，我要变成怎样就是怎样。那种大菩萨，刚刚我们讲无限条轨迹，然后无限个点，这些菩萨可以决定他要在无限个轨迹的任何一点出现，而且他也可以让自己同时于不同的点出现，所以也就是说，他可以让自己百千万亿化身，然后在不同的点、过去、未来，甚至不同的场景，然后去出现。这个就是他已经跳出这些轨迹线，然后在每一个点他都能看到，然后他也可以去参与。这些讲到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很不可思议。对啊。
你说观众可能会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啊，一听下去就很难理解。你们的世界好丰富哦，我不太能理解。所以我们比较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们生命中是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所累积的一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诠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的一个轨迹，我们就会形成我们在每一个点的显化。那我们走的是 A， 那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往往就会跳到不同的平行宇宙。改变信念的方式有很多，就是你可能看了一部影片，你改变了想法，你也可能喝了10桶水，然后瞬间改变了意识状态，然后改变了你的认知，然后跳到不同的点，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没有说10桶水改变平行宇宙的经验。对吼，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我跟墨子去体验死藤水的时候。现在是分享死藤水吗？我们再找一集完整分享死藤水经验好了。那大概讲一下，就是我第2次喝死藤水，我改变平行宇宙了。亲眼所见，就是我处在一个精神状态。那我其实第2次的时候比较哇哦，比较怎么形容啊？其实这些感觉很难用言语去形容我只能大概用粗浅的言语去形容，但是这不是字面上能理解的。第2次喝死藤水的时候，我都闭着眼睛，因为那个我很怕看见一些什么东西改变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在那个当下，我可以用我的意识显化一切。那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知道就好，我没有要看到。对，但是我有点小小的好奇，在那种状态下，我意识一直被拉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就有不同的状态。那当意识比较拉回来的时候，拉到那个3次元地球的时候，我就好奇的睁开了一下眼睛，就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完全的是哇哇，这里是哪里？就是其实也没有改变很多啦，因为我很稳，我还蛮稳的。就是我们是在某一个海边进行的嘛，那原本萤火是在右边的。右边，我右手边这个地方，那我就在这里。萤火是在前面右手边。那改变平行宇宙之后，我眼睛睁开，萤火竟然在我的左边，就中间偏左边一点，然后比较近一点这样子。我就看到，原本大家其实就是大家都围一圈，然后也没有说很多人，有一些人是在顾我们的，那但是没有到很多人。那我就看到，不知道为什么一堆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像。看到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不就只有我们这些人而已吗？然后还有就是原本认识的人，那些认识的人，全部完全都变成样子，都变成不同的人。我有看到老人，也有看到孕妇，也有看到外国人，就是像美国人那种光头男生、白人这样子。那除了墨子以外，跟其中一个人，其他人都变了。墨子没有喝死藤水，第2次的时候，除了他以外，那大家都变了。我就哇，我就看着这一切，我都不敢跟他们讲话，我只希望，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我想要回到喝之前的状态，喝之前的平行宇宙，然后自己显化自己想要玩的人事物。对，我不想，因为我知道可能如果我在这里待下去的话，可能是不是很多事情可能都会改变。对啊，所以我就想要赶快回来。然后我是那一次是整团里面我是在那个状态最久的，我就一直拉回来这样子。其实喝死藤水不是大家想那么简单哦。我体验一个旅程，我可能会看到一些幻觉啊，或是真实的或是意识改变创造了不同的物质实相等等等等。但其实喝死藤水是不是可能是回不来的？就可能真的跑去别的平行宇宙了，对不对？跑去别的平行宇宙也不是回不来，就是你就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轨迹去生活了。对。对呀。那不就是回不来吗？就不是回到原来的轨迹。原来的轨迹，对啊。可是其实我们的轨迹也变了，也不是原来的轨迹这样。那时候你在沙滩不是看到原本的东西，你记得是这样，我也记得是这样，后来就跳平行宇宙，就东西都变了，都不一样。太久我都忘了，就是其实真的是有变，就不是真的，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印象中就是
我一直在等嘛，我一直在等啊，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一直看周围，还没回来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原本的样子，我就一直看，一直等，然后最后沙滩就只剩下我跟墨子2个人，然后墨子在等我，我就想，到底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退？就想，然后墨子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尝试站起来看看，要不要回去？对不对？你是问我这个吗？我就说，哦，好啊，我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在那个当下，我就想，我现在如果回去房间，那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那，怎么会这样？我就问墨子说，我问你哦，你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凉亭？然后墨子就说有啊，我就说，对啊，你也有看到，那你来的时候它是存在的吗？你说什么？我说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有凉亭啊，没有看到有凉亭。没有。你有没有记得那个地方是没有凉亭的？记得啊，就是没有凉亭，就是没有，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啊，墨子就跟我说，其实你已经回来了。我就说不对啊，可是凉亭在，我记得没有凉亭。然后墨子就说，那可能是平行宇宙改变的。我就问你说，那为什么你也看到凉亭？明明就是我喝，又不是你喝。因为我是定位在你存在的地方了，你跳平行宇宙，我就把那个定位移到你的平行宇宙去，所以我就进入你新的轨迹里面，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凉亭是长这样，我看到也是长这样，但是你记得没有凉亭，我也记得是没有凉亭的。真的是有墨子在来，真的是超放心、超安心的。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到跳平行宇宙，然后我就回到新的平行宇宙的时候，其实没有变很多，但是在那个回去的路上啊，回房间的路上，哇，真的是变了。我一直在想，奇怪，这个地方明明就没有船，怎么会有船？奇怪，为什么建筑物变那么多？这怎么有一个正方形的框架？那边怎么会有游乐的地方、游乐场这样？我就一整个惊呼，这一路上一整个惊呼，真的是完全变了平行宇宙。然后我就看着那些人，我是不是还问你说，他们知道平行宇宙变了吗？你有问我。对啊，那你怎么回答？我说他们不会记得他们可能不会记得原来长什么样子了吧？是吗？那为什么我记得？明明就没有。他们已经是应该是说，他们已经是你另外一个轨迹遇到的他们，而不是对啊原来的他们，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另外一个一版本的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记得的事情就跟你记得是不一样的。一开始不是先回房间啦，就有先到大厅吃点东西，然后我就在厨房哭啊，就觉得真的是要有体验过的灵魂才能知道那种状态，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我们意识所显化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有体验过，你会知道，一切其实真的是意识显化，而且可以跳到不同的平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我们都好像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框架。那地球现在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么认真。那详细的死藤水经验，可以再找一集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就是平行宇宙，这样解释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还附上一个小故事，跳平行宇宙故事。所以搞不好我没喝死藤水是不会遇到这些观众。有可能。那这样子会不会其实跳平行宇宙也是一个固定的轨迹？对啊，固定的轨迹啊，就是其实轨迹就只有一条，只是弯来弯去。对，弯来弯去这样，都是对啊，注定的。都是注定，其实没有注定。没有注定。没有注定。没有注定，那为什么又会发生？你只是按照你的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惯性在看待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定会这样想。比如说，我们看到蟑螂一定会害怕，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过往所有的惯性，我们一直在按照我们所有的惯性在发生这些事。讲到蟑螂，喝死藤水的时候，我显化了一只这么大的蟑螂。在那个当下，我超傻眼，我就亲眼看到，我就处在一种很精神的状态，然后看到墨子在我旁边的墨子肩膀上有这么大一只蟑螂，然后我就说，你肩膀上有蟑螂，然后我就一拍它这样，然后我那个当下就很担心，它会不会飞来我这里？结果墨子一拍，那蟑螂就往我这边飞，我就结果转头看，蟑螂不见了，都没有找到蟑螂，我知道那是我显化的，超夸张。我竟然显化我最怕的蟑螂，有不太对蟑螂还是有某些框架的。
笑死。好，继续。所以我们就是按照，就像小乔看到蟑螂反应一样，我们看到我们所显化的讯号，我们一定会如何反应，一定会如何反应，又会决定了下次如何去显化。所以我们就会被锁在一个固定的轨迹。我们看到这个显化那个，或者看那个显化那个，我们就完全在一种过往的观念的轨迹下去显化一切的进展。那直到我们可以跳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信念为止，我们才有可能换了不同平行宇宙。像你所说的，有可能我们一直在一个轨迹里面，即使换平行宇宙，也是另外一个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念一定会在某一个点碰到什么时候，一定会转化成什么，那也是类似一种固定。其实怎样才不固定呢？当我看着一切发生，我不解释的时候，我就可以决定我如何去解释。我可以如何去解释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千变万化不同的解释。这时候轨迹才是活的。当我们还是被原来的信念所控制住，我们的轨迹就会照着某一种固定的方式去发生我们每一个显化。所以观察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你能用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生命所遇到的情境的时候，这时候你才会真正拥有自主权。OK， 这集是讲完了。好，大家拜拜。拜拜。